Hello，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呀！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6号。今天我们这边的温度是2度到9摄氏度，其实今天并不算冷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远处看到没有？我那边洛阳区的肉肉，老爷子已经给全部都盖上那个塑料薄膜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温度下要盖这个塑料薄膜呢？其实这个是我昨天晚上要求的。给你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我们这边80%降雨是2到9度，明天有风很大的，明天礼拜六零下6度，你们看到没有？礼拜天更夸张了，零下7度。像我们江南这边的冬天，零下6、7度的这种时间是很少的。但是今年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冬天也好，这个天气都还蛮极端的。你们再往后面看啊，下个星期五零下6度，然后星期六也零下6度，星期天零下4度。那这段时间就算是持续低温的一段时间了。好在就是它还都是晴天比较多，如果是这么冷的天再下雨的话可就麻烦了。我今天把这边盖上膜是因为明天有零下6度。在这个低温之前如果下雨的话，那一定要把这个膜盖好，不要让这个肉肉淋了雨以后盆土是很湿的一个情况下，然后遭遇低温，这个盆土冻上了，还有那个叶片吸收了太多的水分，然后就是冻成冰了以后会特别麻烦，然后这个伤害会很大的。我这边你们看那个洛阳区，我暂时只盖了1层膜，因为今天不冷，仅仅是为了挡雨。到明天啊，如果真的是零下6、7度的话，我上面就得再加盖1层膜。我这个每一个膜都是双层的，就是2层，再加盖的话就等于说是4层了。像那种洛阳区下雨的情况下要盖膜，那我这个里面，你们看我这个里面是有玻璃屋顶的，这个下面在零下6、7度的时候，我就会先盖1层毛毯，然后上面再盖1层膜，或者是再盖1层毛毯，主要是看这个天气的这个潮湿程度。很潮湿的话，旁边有雨飘进来的话，那我就是毛毯上面盖膜，这样6、7度的话盖严实了以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已经试过好几年了。我现在就是我看的是苹果手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报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华为手机是国产的，它一般我觉得很仁慈，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冬天也好，夏天它报的温度没有苹果手机那么的热，然后冬天呢它没有苹果手机报的这么低，像我苹果手机上面报的明天是零下6度，后天零下7度，华为手机上显示的仅仅只有零下3度、零下4度这样，温度要相差个至少2、3度。那你说我相信哪个呢？我一般是宁愿相信这个温度报的更加的恶劣、更加的极端的，因为我好提前做好防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是一切做好最坏的打算吧，做好防护我觉得是很必要的。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我院子里面像这边半路养，然后平时还靠补光灯偶尔给一些补光的这个区域的肉肉其实还是挺好看的。有很多小伙伴会点名要看哪个品种，要看哪一颗。那这2天呢，有很多小伙伴想看冰玫瑰，你们看我那边的冰玫瑰有2颗，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红的那2颗。那我就应大家的要求呢，带大家再来仔细的看看我这边的肉肉。再过2天温度很冷的时候，可能就要盖起来了，想看它们也未必那么容易啦。来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先从你们点名的这个冰玫瑰看起吧。我这边有2盆冰玫瑰，后买的这一盆状态比较好的，你们看现在颜色特别漂亮。这盆我觉得是比较正宗的一盆，然后这边这盆买的比较早，其实可以说是有一点上当了的那个。我这盆买的其实价格不便宜，我记得是298买的。买的时候呢，颜色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看，买的时候是那种油亮，然后是那种黄绿带一点点橙色的。后来我养着越看越不对劲啊，因为这颗冰玫瑰它虽然整个的这个形会比较好看，但是它叶片不带拉丝。你们知道冰玫瑰它最值得欣赏的地方就是叶片上有那种拉丝的纹理。我这盆越往后面我越看越像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本来的样子，它就是玉杯冬云嘛，玉杯冬云它出了拉丝锦以后才叫冰玫瑰。我这盆就是越来越像它的这个祖先了，它返祖了，它这个就是玉杯冬云了。现在它比玉杯冬云好看一点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比玉杯冬云看上去更加的油润一些。你们看一下，它的叶片更加的油亮，
很润半透的那种感觉。但是跟冰玫瑰相比起来还是相差很多的。我后来呢又重新买了一颗冰玫瑰，就是旁边的这颗。你们看这颗现在在我院子里面颜色特别特别漂亮，这个是比较正宗的，你们自己近看啊。我把它镜头拉近了，你们看它这个拉丝纹理是很明显的，而且叶片凹凸不平，还有就是它的叶片是展开来的，它没有那种包起来。这个品种我反而是觉得叶片层多，然后打开来了会更加的漂亮一些。不过我这盆其实也上了当，我发现我老是上当。我这盆买的时候我以为是整装，然后卖家也没有特别的强调，但是等我买回来修根以后就全都散了。它本身就是一颗一颗聚集在一起的，它本身就不是整装，不是我修散了的。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卖家，因为这好多都是从韩国大棚里面拿过来的，拿过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散的，只有脱土修根了以后才知道。所以现在我的这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没关系，反正是我自己养自己玩嘛，好看就行了。这盆它的这个纹理的质感还是很强的，叶片凹凸不平的，然后上面还有放射状的那种拉丝纹理，还有雀斑。这盆颜色状态最近非常非常不错，可能也是跟我上面有灯光有关系，阳光不好的时候我就开灯。我那个金卤灯虽然现在已经淘汰了，因为它温度特别高，特别是夏天不好用，冬天用起来还是挺香的。像我这种室外它还能增加一点点温度呢，我觉得冬天用还蛮好的。这个是你们想看的冰玫瑰景啊，看好了吧？来，我们再看看这边啊，这边这颗你们看，最近这些肉肉都好漂亮。这个是月亮石，这个中间的月亮石怎么都被我养成这个颜色了。叶心里面是绿的，然后叶尖尖是很红很红的，但是里面的主头它的叶片外面怎么被我养成了像锦一样，怎么变成透明的黄的了？这个肯定不是化水啊什么的，很健康的叶片，我也不知道它为啥变成这个颜色了，变成那种机油黄的，很像锦。我这颗你们应该也知道，它不是纯的那个手捧，这个里面我加了好几颗的，应该这个应该就是我加进去的，不是原来的头，它好像原来少了一个头还是少了2个头。对了，这个头是我加进去的，这颗原来买来像个螃蟹，我终于回忆起来了，大头带2个头，这2个是真的，这边的3个头是真的，然后这个头是假的，这个头是假的。我现在已经仔细想想才能分辨得出来，这个头是假的，这个头是假的呢。一共有4个头是假的，养着养着也就跟亲儿子一样了。我估计再一段时间不看它不回忆的话，我就忘了，我就以为他们是一家的了。所以这个是月亮石，你们看喜不喜欢这个品种？再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啊，来带你们看一下我的这颗昂斯诺，这个昂斯诺像旗头一样的这个老桩，这个很漂亮，我很喜欢这颗。你们说像孔雀开屏也好，还是像清宫剧里面的那个格格头上的旗头也好，反正这个是很漂亮的。这个我这个底下放了一个转盘，这样的话我就可以360度的欣赏它。这个现在状态没怎么上，但是现在浮盆浮的还挺好的。这个叶片中间长了好多新叶片，整个都撑起来了，饱满起来了，看到没？很多小伙伴都说希望它不要养着养着就变形了，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它长着长着，你们看，如果它的杆子长长了，整个撑起来了，到时候这个往前移，然后后面的往前移，中间的这些全都变大了的话，它可能也就真变形了。没关系，就是随它自己去长吧，看它自己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家长不做过多的干涉，随它自由发展，健康成长就好。这个是我的这个昂斯诺，很漂亮的这颗，我自己很喜欢。我现在是不是把它掉了个面了？刚才不是这样放的吧？没关系，换个面，让这边也见见阳光，晒晒太阳。好多小伙伴说喜欢我的这颗雪域蓝色巴黎，你们看一下，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颗，我以前从来没见它出过状态，但是最近这个叶片，你看这个叶片有一点泛红了吧？它的这个叶形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我也喜欢，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叫雪域了。它上面有一点薄薄的淡淡的白粉，不是很厚的那种，然后颜色是那种蓝莹莹的，就有点像下雪过后反射的那种冷冷的那种光，看到没有？
其实还是很好看的这个品种，哎，我发现很好养，价格应该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这一盆的话应该也要好几百块钱，我记得当时买的桩是很老的桩，它卖的是时间，卖的是岁月的沉淀，然后里面很多很多的小崽，我很喜欢底下的一捧小崽，躲在那个盆地里，你看错落有致，高高低低的，这盆还是很好看，它并没有像那个手捧那么的沉闷死板，手捧太多了的话，其实我看多了我真的会腻，还是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造型，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还是很美的，这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颗。然后这盆是香草，香草也是我养了很久的一个品种，香草很漂亮，也好养。这盆现在状态还欠佳，还差10万8千里的，应该到来年的2、3月份的时候，你们看着这盆会很漂亮。有很多小伙伴都说我种的肉肉特别挤，其实我自己个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满满当当很挤的那种感觉。你刚开始种的时候很挤，它挤着挤着最后就变得有高有低，因为它毕竟要晒太阳嘛，要见光嘛，要出头啊，所以就有的就会往上长，然后有的又会往旁边长，它慢慢的就显得没有这么挤了。还有时间长了以后头会空小，因为你盆就只有这么大嘛，它太挤了以后头就会空得比较小，时间久了以后就不会有那么拥挤了。我自己个人我是喜欢这种满满的感觉的，包括旁边的雪域都是那种满满的感觉。来，我再带你们看一盆不一样的，就是我的小红船。这个小红船最近的那个红边边没有这么明显了，这个品种其实是比较娇气比较娇嫩的，它有小红衣的基因嘛，所以呢我们还是近期多看看它。像这个品种夏天在我这边几乎是在室外是度不了夏的，你即使给它做好遮阳，然后旁边循环扇电风扇开着，它也是比较难度夏的品种。所以我们在其他的3个季节多看看它，到明年夏天然后秋老虎过后，它估计是就不在了，再想看它的话你只有买新的了。这个是小红船，其他季节都没事儿。来，我带你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盆，这盆不太常见，就是没有经常给你们看。这个是一盆女王，你们看这就是我喜欢的型，不规则的，然后满满的全是头。你们知道女王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品种还是挺贵的，然后是东云系的，它是那种小型种，好像是就不会长很大，但是我这颗就是头很多，而且是不规则的那种头多。我之前买的时候头很多，但是没有现在长得这么的舒展。我现在放在院子里面半路养，经常能飘到雨，享受到阳光，所以它这盆现在长得挺不错的。它这个叶片的尖尖上有那个小红点，整个叶片的状态也是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还有点绿，我不知道它上的状态是啥颜色，反正现在这种样子也挺可爱的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头都跑到外面来了，可能里面挤不下了，它就会往前跑。这个是女王，有很多品种以前很贵的，现在都不值钱了。在早些年，像这么多头的这个女王该卖多少钱啊？像个小刺猬。好了，现在外面淅淅沥沥的又下雨了，这期视频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等过几天那个温度没有这么低的时候，如果不需要盖膜的话，我带你们来好好的看看我这一片的这些景，最近的变化也是挺大的，昂斯诺的白景还有黄景。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啦。